最近有个小朋友问我说，看了很多关于 MACD 的视频教学，绝大部分的视频都说，只是使用 MACD 就能赚大钱，金叉就买，死叉就卖，但是自己操作的时候就一直亏钱。为什么经常会有人说使用 MACD 就能赚钱呢？而套在我们身上又不是那么一回事呢？那 MACD 适合我们一般人去使用吗？只是单单使用 MACD 真的能够赚到钱吗？关于这个问题，许多人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 MACD。我尝试使用过去的数据，深入去做回测，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制作这期的影片。今天就来看看 MACD 是否真的能够赚到钱呢？我之前曾经做过一期讲解什么是 MACD， 这里会基本简单讲解。首先，这个就是 MACD 指标，它有两条线，这里中间的就是零轴，中间贴着零轴的就是主体。如果快线上穿慢线，主体就会显示绿色；如果快线跌破慢线，主体就会显示红色。两条线的差距很小，主体就会很小；如果差距很大，主体就会变大。系统一般默认为12和26的 EMA 周期，所以12也称之为快线，26就称之为慢线。当快线穿过慢线，就是所谓的金叉；如果快线跌破慢线，就是死叉。首先，我们测试的周期就是根据系统默认的12和26 EMA。这次的测试非常简单，就是根据市场一般的使用方式，出现金叉就做多，死叉就做空。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，在市场上经常会有人说，一旦出现金叉，当天就是买入，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了收盘的情况。技术指标最后的确认，其实就是根据当时的收盘价来决定，并不是说这里出现了信号就能直接交易。为了更加接近我们真实交易情况，我会根据一般正常人交易方式来测试，也就是出现了信号过后再做正式的交易。比如这根 K 线，当时的收盘就是在这里，随后才出现了快线穿过慢线，这里才显示绿色的主体。如果根据我们正常交易来说，我们的交易应该是从出现信号后的第二根 K 线开始计算，而我们的投资资金是1000美元，每次交易都不能超过1000美元以外。经过改良过后的指标，每当出现快线穿过慢线的时候， MACD 主体显示绿色就是做多，这里就会出现 End Long。如果是快线跌破慢线的时候， MACD 主体显示绿色就做空，这里就会显示 End Short。这里做多，这里做空，这里做多，这里做空。每一次的 MACD 穿插都会做交易。试看这样的反复测试，我们就看看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。首先，我们尝试看特斯拉。如果我们从2020年1月开始的话，第一个交易就是在2月26号，因为在之前都没有出现过穿插情况。接着在25号收盘的时候， MACD 快线跌破了慢线，绿色主体变成了红色。因为需要等当天收盘的时候，技术指标才能做准，所以隔天开始做空。在这段时间里， MACD 没有出现穿插的情况，直到3月27号收盘，快线上穿了慢线，红色主体变成了绿色，所以3月30号的时候清仓。就这样一个月的交易，就上涨了 34.79%， 1000美元的本金获得 326.7 美元，可以说相当不错。在清仓的同一天，因为出现了金叉，所以开始做多，但是股价不断往上涨，来到5月13号，快线跌破慢线，绿色的主体也变成了红色，所以隔天清仓，花了1个月半的时间，涨幅达到了 52.85%， 获得521美元。MACD 使用在特斯拉上能够赚到钱，其实就是在做多的时候，做空不赚钱反而亏钱，因为它的胜率也只有 36.51%， 也就是3次的交易有2次都是亏损的。每次在做空的时候，除了几个比较大的跌幅也能赚钱之外，很多时候都是短暂的下跌，没有多久价格又会涨上去，1-2次还可以，如果多次的亏损，可能直接把盈利的机会直接拉垮。比如7月24日的时候，当时快线跌破了慢线，主体变成了红色，隔天开始做空。虽然股价也在短暂时间内有所下跌，但其实随后价格还是在不断上涨。来到8月17号的时候，快线跌破了慢线，然后隔天这里清仓。可以看出，当时在这里买入，这里卖出，整个交易亏损了 32.33%， 也就是损失了309美元。这种亏损的情况特别会发生在股价上下不定或盘整的时候，随时可以造成多次的亏损。但总体来说，这种 MACD 交易方式从开始的2020年直到现在，一共交易了63手，有赚钱的也有亏钱的，最高的回报率有 68%， 但最高的亏损率也有 28%。 虽然有亏损，但还是能够赚到钱的，回报率达到 112%， 你没有看错，是 112%。事实证明，使用 MACD 在某个市场中的确能够赚到钱，
但要知道的是，这只是特斯拉股票，这种暴涨股主要就是做多才赚钱。那只是单纯的做多，胜率是不是会更高呢？如果调一调 MACD 参数，利润会不会更多呢？如果我们选择比较冷门的公司，结果会不会又是一样呢？如果套用在黄金、白银还是比特币，是否也有效果呢？这些种种的问题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 MACD 指标，可以点击这里看回之前的视频。